这是你的习惯动作吧？这是你们家摆件的碎片，但这是我们在7层的安全通道拐角处意外发现的。你怎么跟我解释啊？我解释什么？很有可能是他自己走了安全通道。他好端端的为什么不坐电梯要走安全通道呢？只有一种可能，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他31号当晚进入你家的画面，却没有他再出来的画面了。直到2019年1月2号，拾荒人发现了尸体的碎块，在这期间他没有出现在过任何地方。战宇真正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法医在他的胃里检测到了大量的毒鼠强和酒精成分，这说明他在你家的时候就已经窒息身亡了。他就是被你背下去的。刚才你看的视频里，被拍到的那只垃圾桶我们已经找到了，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那只垃圾桶就是运尸的工具。我之前的推断，全部都是正确的。至于你的杀人动机有2个：一，你在做警方卧底的时候，战宇出卖了情报，导致了你第1次任务的失败，也间接导致了程瑞敏受伤昏迷，所以你对他怀恨在心。其二，你跟战宇是情敌。你在交代贩毒案的过程中，你也亲口说过，你一度误解过战宇和纪晓鸥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排除你心生嫉妒、情杀的可能。赵警官，我当卧底，就是为了配合警方摧毁小美人贩毒集团，为1020贩毒案来一个彻底的了断。就算程瑞敏受伤，我也要尽快破案。我为的是什么？尽快回到纪晓鸥身边。我何必为一个毛头小子自毁前程呢？看来赵警官前段日子真是白旁听了，连最起码的人物心理都分析不清。难怪纪晓鸥看不上你这。哎，怎么跟我们副支队长说话呢？证据确凿还嘴硬。那按照你说的，是你给战宇机会当了线人。可是你们同盟之后，你们关系相处的并不融洽。这导火索不就是纪晓鸥吗？如果我真是出于感情问题杀了战宇，那最起码纪晓鸥是得移情别恋了。但他有吗？纪晓鸥从始至终都把战宇当成弟弟，我根本就没有把战宇当成我的情敌。所以啊，你的情杀逻辑不成立。严谨和战宇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严谨是为了你才救这个孩子的。他说战宇是你弟弟，他和你一样心疼这个孩子命苦，希望他能借此机会悔改。原来严谨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那如果战宇背叛了他，他不会做出什么？不会。严谨是武警特战队员出身，有着平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即便战宇背叛了他，把他逼入绝境，他也不会做出任何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但西餐厅打人已经是非常出格了。季小姐，严谨自始至终爱的都是你，他做的这些事也都是出于对你的爱。我真心希望未来你能够给他一次机会。你们武警特战队格斗集训，是不是也包括了人体解剖结构学的课程啊？没错，人体解剖课我的成绩是优秀，还有骨骼分析、神经分析、心理学、犯罪学、审问与反审问，我学的都不错。
那你杀过人吗？赵鼎辉，你破案心切，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专案组的所有努力使错了方向。你们认定我是凶手，当然会把我身上所有符合凶手的特征拎出来。但你有没有觉得，你的逻辑当中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果按照邻居的证词，室内发生过打斗和争吵，那我是冲动杀人。但现在提前准备好毒酒杀人，再扮演清洁工，分尸运尸，这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这显然自相矛盾。如果凶手想要杀战宇，为什么不在他的学校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他，偏要挑我家这种物业费奇高、到处都是摄像头的高档公寓呢？原因只有一个，他要杀的人根本不是战宇，而是我。战宇的出现是一个意外，凶手杀了他，想要嫁祸给我，那问题不就简单了？在我当卧底期间，是谁想要杀死我，而且喜欢跟我下套？刘伟。刘伟跟我的身形相似，对我又很了解，又来过我家，他想要以清洁工的身份扮演我，完全有这个可能。还有，刘伟曾经杀过很多人，也亲手分过尸。当时他杀完六子，他就扬言要把六子大卸八块。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过，刘伟对我积怨已久，平日里为了顾全大局，从来没跟我翻过脸，但为何偏偏在跨年夜当晚要不欢而散呢？我想，他提前解散酒局，就是要按照他的计划，当晚杀了我。你说的逻辑还是挺通顺的，但对我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刘伟做的。现在所有的证据就是通通指向你的。赵警官，行了，别再狡辩了，趁早交代了吧。我交代什么？人又不是我杀的。那好，今天就到这儿吧。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哎呀，不是您倒是说句话呀！大伙儿都这么关心，您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管教不说之前是冤枉的吗？严哥，你说句话呀！严哥不想说，就别问了，先让他好好睡一觉吧。那行吧，散了。啊，头儿，我来队里这些年，从来就没有碰到这么难搞定的嫌疑人，非但不认罪，还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可是严谨提出质疑的问题，我们都无法证实。
觉得分析的挺有道理的，可偏偏为什么证据又都指向他呢？难道真是咱们走偏了吗？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清洁工一定就是凶手。这动作，除了他还能有谁啊？走吧，我们去聊聊。啊？咱们去哪儿啊？排查一下战宇和严谨共同认识的人。爸爸，如果到家了，我能看一集动画片吗？那你先写作业，写完作业再看啊。哦。来，老方。哟，赵廷辉，你这是？战宇的案子，想跟你了解点情况。行，进屋聊了。嗯。哎，请进，请。乐乐，爸爸和叔叔谈点事儿，你先去写作业啊。小雨哥哥是不是要回来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打听，快去吧。哦。哎，坐。老方，你也甭忙了。哎，别客气，坐。来，喝水。好，谢谢啊。请坐。乐乐这2年身体挺好的吧？还算稳定吧。哟，不好意思啊，咱抓紧时间聊，一会儿还得孩子做饭，下午还得带孩子去医院呢。没问题啊。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你跟谁在一起啊？啊，去年的12月31号，我和小芳还有乐乐去似水流年参加那个跨年 party， 应该是6点左右到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那天晚上，乐乐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提前走了。小芳还不放心，怕我一个人照顾不了，所以就跟我一块儿回来了。慢点，乐乐。不好意思啊，我家还没有女士拖鞋。哎，你看，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在家，也没出去。我记得那天小芳挺累的，我给她煮了点粥。新天地分会场，大家好，我是东方卫视主持人优佳。你好。现在所身处的就是你好。上海的时尚地标新天地。今天我们有光荣传统的现代都市。乐了吧？很重。我们吃完宵夜就一块看电视，好像那时候11点多吧，我们睡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回头我问一下小芳。你跟严谨是在梨园的禁毒支队认识的，是吗？是。季小欧跟我说，你们俩处的关系还不错。那时候我们在队里，大家关系都挺好的，都是兄弟。那你怎么看他呀？严谨那时候是个风云人物。我听说来队里之前，他在武警特战队里10项经营考核回回都是第1，而且擒拿格斗枪法无人能敌。我们一块办过几个案子，确实是个人才啊。那时候严谨家境好啊，不差钱，经常请大家吃饭喝酒，人缘特别好。哦，那时候我妈住院，严谨还接济过我。后来我们就相继离队，就没怎么联系了。其实那次在似水流年再见他，我觉得有点意外。再后来他跟小欧发生那事以后，我就刻意保持距离了。那你什么时候去的1/3工作呀？去年夏天，7月。去到那儿之后，你跟严谨的关系处得怎么样？不管之前关系再好。但现在毕竟我在他那儿干活嘛，他是老板，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严谨其实不经常去店里，不经常见他，偶尔见的话，也就是简单的聊几句。那时候就感觉他好像心里有事儿似的。啊，对了，
严谨跟我说过，他在吸毒期间，你去他家看过他。是，我还给他送过几次饭。去过几次？应该有3、4次吧。那时候你看严谨是什么状态啊？哎呦，那时候严谨状态可不太好，颓废的很厉害，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我劝过好几次都不听，有一次我都急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呀。我总觉得他心里有事儿，总是琢磨不透。哎，他不会真的跟那个贩毒集团有什么关系吧？什么？战宇贩毒？严谨刚放出来，又被赵廷辉抓进去了，这都什么情况啊？我今天是来找方妮雅的，想问她几个问题，可以吗？那咱们去后边吧，别耽误小欧做事情。行。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你跟冯卫星几点回的家9点多。之后就再没有出去过。那天我们回家一起吃了点东西。那天晚上你俩一直在一起吗？一直在一起。非常感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走吧。我想跟你谈谈。好啊。陈瑞敏把严谨当卧底的事情从头到尾的告诉我，即便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他还在帮战宇，他怎么可能杀他？你们肯定是搞错了。谁说好人就不会做错事了？是，就算严谨曾经是缉毒英雄，那也没办法证明他不能杀战宇啊！你忘了，是战宇出卖了他，才导致陈瑞敏重伤昏迷，第一次行动失败的。可是当天晚上，严谨已经狠狠地打了战宇，就算要杀他，当天晚上就可能行动了。为什么要等到跨年的那天晚上？小欧，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说实话啊，在昨天晚上重要的证据没有出现之前，我也不希望凶手真的就是严谨，我甚至都相信他。但是证据是不会说谎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严谨。万一你们的证据有问题呢？这个可能性很小。小欧，你心里应该清楚，严谨后来吸毒了。新年前后正巧是他毒瘾发作的时候，一个人在毒瘾最深的时候失控杀人，这种案子比比皆是。你们俩才认识1年，不要太轻易相信一个人。我跟严谨认识的时间是不长，也谈不上完全了解。但陈大哥的话让我不仅崇拜他是个英雄，也让我知道严谨跟我一样，始终都没有放弃过小雨，何谈杀人分尸？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个人的逻辑，而且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有你的主观情感，对我来说毫无参考价值。如果我的话毫无参考价值，你之前何必找我了解我们3个之间发生的事情？我现在更加确信，严谨一直都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他之前为我付出了太多，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也会证明他的清白。我相信战宇在天之灵也会帮我。不送。
被转发的文章源头来自于青苹果论坛 ，ID 名叫“正义使者”。文章之所以在微博上被疯狂转发，是被个大 V 号转发过。短短2天时间，这个大 V 号的粉丝就破了50万。博主紧紧抓着富二代情杀贫困大学生的这个点，来煽动网友的情绪。我儿子死的太惨，都是那个严谨，他就仗着他老爹是富豪，就横行霸道，就因为抢不走我儿子的女朋友，就下手杀了他。他就是个爱潜逃的变态，杀人狂。我一定要为我儿子讨个说法。记者同志，你们过来给我看看，这都是我儿子得的证书，都是我儿子参加小提琴比赛得的，都是第1名。他才22岁，他22岁就大好前程就这样就断送了。我一定要给你讨个说法。头儿啊，现在网上铺天盖地全是战宇案的真相曝光，战宇他爸控诉严谨是杀人犯的视频，点击量已经过100万了。我们老战宇就这么一个好儿子，天天挣钱养家，每次小提琴比赛他都是第1名。老严谨，你们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们老严谨人有多有实力，我就凭着我这把老骨头，我也要为我儿子讨回公道，讨回公道。太不像话了，真是气死我了！我说你就别看了。看什么？哎，这群人怎么不分青红皂白的胡写啊？小欧什么时候跟他们俩处对象了？战宇的死跟小欧有什么关系？我要告他们！你呀，就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就好了吗？现在那群键盘侠代入感太强了，评论简直没法看。头儿，纪晓欧这以后还能出门吗？喂，李局，你怎么回事？案子为什么还不移交啊？我审完严谨之后，发现这个案子有点蹊跷。具体说。严谨全程否认杀了战宇，而且从他的供词里找不到任何漏洞。他的推理也比我们现有的证据来得更真实可信。你听我说，咱们警察办案靠什么呀？当然是证据。那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准备材料，走正常的司法程序。他有没有罪，到了法庭上自然有结果，抓紧办。常识告诉我们，某些事件和想法会让你产生某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反过来会影响你的行为。举例来说，你可能……严谨，到，出来。严哥，我说什么来着？你肯定能回家过年。王管家，咱们去哪儿？走吧。签字。什么意思？请你到上面签字。这逮捕证可不是随意签发的，需要市局和检察院2级批准。但我又没有杀人，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警察都是跟你闹着玩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你杀人的关键性证据，这张逮捕令怎么会出现在你面前？你也当过警察，知道这会儿反抗毫无意义。签吧。我什么时候能叫我的律师？等能签的时候，自然会通知你。 这样那么响呢？说你呢，你怎么那么怂呢？快点啊！使点劲儿！松了，哪里有去？哪里有去？ 干什么傻呢？严哥，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回家过年了吗？唉，我是没那个福气了。这回是正式逮捕。不过你们这帮小子是有福了啊，又可以跟着我混吃混喝了。谁呀？这都是。哎，你们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呢？请问您是季瑶的朋友吗？ 你管我是谁呢？对于分尸案您怎么看？你别拍了，别拍了！关了，怎么着？等警察来了，啊！还拍！喂，爸，咱们家楼下是不是也有记者？哦，没有。对不起，爸。你没做错什么，要说什么对不起呢？妈身体没事吧？啊，你妈没事。你别担心啊。小欧啊，要是最近没事的话，你就先别回家。 店里生意也别做了，让小芳好好陪着你，听话。我要去医院了，挂了。没事了，没事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我自己受再大委屈，我都不怕，但我不能让我父母跟着我一起受连累。这马上就要过年了，你说他们心里得多难受？小欧，别担心，回头我替你回家去看看叔叔阿姨，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个真相帝到底是谁啊？他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 连小欧家的地址都知道。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小欧，这两天你别在店里住了，这每天出出入入全是记者，也不安全。要不你先搬到小芳那儿住2天，啊？还有，你们俩尽量少出门，这吃的喝的都在网上买，我抽空去给你们做饭。嗯。那你俩收拾收拾。 我下楼检查一下水电煤气。
头儿，我已经安排人重新对战宇的关系网进行了排查，禁毒支队那边也打了电话，说一有刘伟的消息就立刻通知我们。好，那个严谨的辩护律师来了，君和律所创始人燕山。这动作比我想象的还快啊！真不愧是严谨的龙凤胎妹妹，身上那股不可一世的劲儿，简直跟她哥一模一样。他都跟你说什么了？无可封了，只要就见你。我自己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呢，能不见不见了啊！我想办法把他打发走。这早上好啊，赵副支队长。看到您的车停在下面，我就冒昧打扰了。严大律师，确实有日子没见了。是啊，这2年梨园的治安真好，我基本没代理过什么恶性刑事案件，这还得感谢赵副支队长和警员们的付出啊。不过这一次，赵副支队长的一世英名恐怕要毁了。您什么意思啊？我没太听懂啊。轰动全国的1231分尸案，势必会成为你职业生涯的耻辱，因为你们。有没有一种一线女明星被狗仔追得无处躲藏的感觉？现在明星也挺不容易的。你唱成这个样子，会被认出来？认不出来，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楼下有辆车挺可疑的，你们来的时候注意点。知道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亚敏，小欧回来了。妈，我回来了。
叔叔，那个菜啊、鱼肉我都弄好了，您开火炒下就可以了。大风啊，真是谢谢你了，过年还到我们家帮忙。这都是自家人，您客气什么呀？这个是给乐乐的，这给乐乐的寿星。那行，那我就替乐乐谢谢你。那叔叔阿姨提前给你们拜年了，新年快乐！啊，对，身体健康，恭喜发财。那谢谢你们啊，过年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哎，好，咱们走了，小欧走了，阿姨我们走了。那我送送你们。哎，您留步，正好一家人吃个团圆饭。走了，走好。哎。爸，我给你们俩买了2件衣服，你试试吧。闺女有幸了。妈，最近让你费心了，我给你买一件羊毛衫。亚明，这衣服颜色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爸妈，这杯我敬你们了。这一年我没少让你们操心，大过年的让你们躲躲藏藏，连年夜饭都吃不好，都是我的错。大过年的，不说这些不开心的话。你的心意，妈妈都明白。来，咱们干杯。妈，你别光喝酒，趁热吃个饺子。这馅儿是大风调的，特香，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妈，你别喝这么快。你妈高兴，想喝就让她喝吧。阿姨，叔叔，菜都凉了。叔叔，我给您倒杯酒吧。你先下去吧。下午我给局长打过电话，他说警方掌握了确凿证据，已经把这些材料送给检察院了。都问清楚了？当然问清楚了，我怎么可能不问清楚呢？这么大的事儿，警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送到检察院去呢？案子闹成这样，警方肯定有压力，他们会很快向检察院提出。前提是他没有犯罪。
如果真是他杀的那个大学生，妈，爸，大过年的，你这是干嘛呢？把我妈气成这样，你就高兴是吗？你老糊涂了。被警方逮捕了，你的意思，赵廷辉抓错人了？抓错了。赵廷辉怎么不抓你，抓我和你爸呢？妈，严谨他现在只是嫌疑犯，他没有杀人，法院最终会判他无罪。你相信我。那个姓严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药了？你之前对他执迷不悟也就算了，他现在摊上这么大的事儿，连咱家都被他搅和得鸡犬不宁，你还自己骗自己呢？你是不是想等他出来，你再跟他好？我告诉你，严谨他这回他出不来了，赶紧醒醒吧！大过年的都好好说话，别嚷嚷。你就知道说好听的，小文能有今天都怪你，让赵亚明，你就少说两句吧。小欧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你就不能让他在家里舒舒坦坦的过个年？你非要把他赶走吗？叔叔阿姨，我们听见季小欧的声音了。大过年的，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想采访他一下，就几个问题，5分钟就行。打开门！打开门！他真以为我好欺负呢？八卦是不是？来啊！你好，我是你的辩护律师严申，这是你家属的委托函。妈还好吗？他很好。老头呢？他那个脾气，不用我说也应该猜得到。你在里面还好吗？我挺好的呀，看，我都胖了。侦查阶段已经结束了吗？暂时算是吧。等我提完辩护意见，就可以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你的意思是，警方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认定我是凶手？是的。他们这一次倒是很快嘛。这是我接受委托的案子中，警方行动最迅速的一次。看来上头要求破案的压力很大呀。法律层面我不是很懂，但检察院能够批准逮捕，至少警方给出的证据能够自圆其说。我就是想不明白，除了被害人在案发当晚去过我家，对，我俩是发生过肢体冲突，但他们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实人是我杀的呀？就那个走路像我的清洁工，这分明是有人嫁祸我。严谨，我现在是你的律师，是利害共同体，
无论我问你什么，你都要跟我说实话。当然。你对认定你涉嫌的犯罪是否接受？不接受，我没杀人。好，那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跟我说一遍，要详细，尽量别遗漏任何细节。还是等过段时间再开业吧，至少要等严谨的案子有了结果再说。我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情，鬼鬼祟祟，反而会让人觉得我心里有鬼。那些人再来纠缠你怎么办啊？报警。想起来的就这么多了。讯问笔录里，我看到你提过一个叫刘伟的人，他是谁？小美人贩毒集团的2把手，是一个狠角色。我怀疑是他杀了翟宇，所以我跟赵廷辉说明了情况，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找到人。没有你的口供，整条证据链便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我想专案组应该十分清楚，即便提交了检察院，检察院也会提出异议打回来重审。这就是警方为什么会在证据链没有完全闭合的情况下就匆忙结束侦查。假如他们的提案被检察院打回来，这段来来回回的时间他们还可以接着补充。看来警方也是迫不得已啊。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段时间专案组很有可能再提审你，一定要认真核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后才能签字。记住，你有要求纠正笔录错误的权利。明白。这个案子现在对你最不利的，就是无法证明受害人是活着从你那儿出去的。这也是我最难以解释的地方。时间到了，0382，回监室。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哥，在里面一定要保重身体，该说的话如实交代，不该说的，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压力都不能胡说。你回去以后跟妈妈说，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还有，那个丫头最近肯定吃了不少苦，你帮我去看看她，你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严律，季小姐来了，请季小姐。又见面了。你比我想象中要勇敢，我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严小姐让我来，一定是为了了解事情真相。我也想知道更多关于严谨的事情，当然要来。请坐吧，尝尝我这儿的咖啡。终于明白我哥为什么钟情于你了，你的确跟他那些女人不一样。那些女人？我是说，你勇敢也很坦诚，在这个世上活得这么真实，挺难的。叫我来，想必也不是为了谈论我吧？我想知道严谨现在什么情况，你会不会做他的辩护律师？严谨已经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正式立案收押了。作为亲妹妹，我当然要为她辩护。我刚刚从看守所回来。她还好吗？你应该知道，我哥曾经做过武警特战队队员。像他这种经历过生死的人，一旦知道要在一个环境里随遇而安，他身体里的乐观主义者基因就开始占上风。所以你放心，他在里面吃得下、睡得着，就是想你。
我的内心还有我的直觉都告诉我，严谨不可能是杀战宇的凶手，但我无法理解，赵廷慧为什么会逮捕他？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在这个世上，真相是最奢侈的东西。谢谢你的信任，只不过，只有你我相信它是远远不够的。警察和法官会信吗？其他人呢？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你听过吧？现在这个案子被大量的无良媒体利用了，为了博眼球、博出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疯狂渲染，甚至有人说，我父亲为了我哥的案子徇私舞弊、干涉司法程序，搞得纪委都开始着手调查了。很抱歉，把你和你的家人也卷进来了。那舆论压力对案件会有影响吗？当然，这会严重影响严谨的社会形象。可能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这种人一出生就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们不明白，在任何体制里，个体的力量永远都是微弱的。不管你处在什么阶层，风雨一来，谁都无法自保。以你的经验来看，这场官司能赢吗？全力以赴了。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其实我今天找你来，的确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去趟战宇家，劝劝战海龙，不要再在1/3静坐了，也不要再傻乎乎的被无良媒体当枪使了，这样对你我战宇3家对这个案子都没好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去试试看。谢谢你了，小欧。美琴阿姨。阿姨，怎么不锁门？这样很危险。你看，这是在唐高宗千里，小雨那时候才10岁。阿姨，你振作一点，小雨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你来干什么？你害死小雨还不够吗？嗯？我有病不想再看见你。你走。阿姨，网上那些都是谣言，严谨他没有杀小雨。人渣都已经被抓起来了，你还在替他说话？小雨生前把你当姐姐，你把她当什么了？阿姨，严谨之前帮过你们，你忘了吗？他和我一样把小雨当成弟弟，你真的错怪他了。你走，你走，你给我走！嗯，你这个红颜祸水，你还来我家干什么？战宇的案子还没有开庭，事实真相还没有搞清楚，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去1/3？你说不去就不去。你是不是老严人派你来的？那让我消他行啊！你让老严给我拿20万，我立马就消他。你什么你？你说什么呀你怎么能拿儿子的死换钱呀？啊！你闭嘴吧你！我儿子死了都死了，他严谨赔条命都应该的，我管他要点钱怎么了？你无知，你不配做爹！
了，什么都不干啊，就知道花钱。我管凶手家要了钱怎么了？我跟他家要钱怎么了？我跟他家要钱，这就第一点。我跟你比！看什么看？我去。姐，你已经很长时间没休息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你的身体一定会受不了的。小区的监控录像都查完了吗？都已经查了3遍了，的确没有见过战宇离开小区的画面。燕律，警方出具的所有证据我们都已经核实过了，虽然不够完美，但是杀人动机、人证、物证全都有，已经足够支持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定有什么细节被我们遗漏了，继续查。可是该查的我们都已经查过了，案件中出现的所有细节我们全部都查了一遍，的确没有任何遗漏。刘伟那边有消息吗？2个小时前，刚刚联系过禁毒支队和刑侦支队，暂时没有。燕律，说句您不爱听的话，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想做无罪辩护几乎就不可能。你们一个个这么灰心丧气，这案子能打赢才怪。一入行我就告诉过你们，任何一桩案子都是一座迷宫，只要你不放弃，总能找到它的出路。这钱绝对不能给，给了他就等于默认严谨杀人，回头再被战海龙捅给媒体，我们就更说不清了。那我们得赶紧想想别的办法。看来我只能向媒体暴露战海龙吸毒、战宇贩毒的事实了。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大众的愤怒，改变他们对严谨的印象。战海龙吸毒？你不知道啊？我也是听陈瑞敏跟我说的。他说战海龙曾经因为吸毒被逮进去过几次。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如果这个战海龙再胡闹，我只能把事情真相抛给媒体了。不行，如果我们说出了事实，梅香阿姨就会知道战宇贩毒，她会受不了的。况且人死为大，我想给他留些尊严，不希望他死了还被人家议论。姐，你到底站哪一边啊？我就问你，我哥招谁惹谁了？怎么莫名其妙就成杀人犯了？我爸小心谨慎了一辈子，只求能全身而退，结果呢，现在晚节不保。我们家老太太从年轻天真到老，临了却尝尽世态炎凉。最近她血压高的吓死人，我请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家好吗？对不起，我能体谅，但是小雨她死得那么惨，我真的不忍心。要不然我再去试一次，如果还不行，就按你说的办。
不营业了，走吧。吃饭呀？这家老板是杀人犯，他家饭你俩还敢吃？也不怕把你俩杀了？喝水，喝水，来，喝水。有没有啤酒？这我喝不惯。来，不是张老，差不多得了啊，目的也该达到了，该收场收场了。哎，想让我收场可以啊，你把老严人给我叫来。严总有没有罪还没有定论，你凭什么要见人家人？凭什么啊？你说凭什么？凭他严谨杀了我儿子，我要血债血偿。你还没完呢你！我现在就报警！你报！警察来了我也不怕，你报！赶紧报警！警察来我也不怕。等等，怎么着？小欧，你怎么来了？财神爷来了。冯大哥，你给我找个地方，我想单独和他聊聊。哎呀，这包房比楼下高档多了，这老严家得有多少钱呢？啊？那个钱带来了吗？你要钱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封口费啊！他老严家不是让我闭嘴吗？拿着钱我就闭嘴。我看你是想趁机敲诈，拿钱买毒品吧？毒品？什么毒品？你说什么呢？什么毒品？哎！这是什么？不，这是什么？你管得着吗？这是什么？你管不着。吸毒是你个人问题，我管不着，但我可以报警。你吓我是吧？你有证据吗？我昨天晚上跟踪你，亲眼看到你在酒吧街和毒贩交易，我已经报告给缉毒警了。我想你的卖家也不会讲义气到帮你隐瞒罪行吧？这难怪我儿子让你害死了。哎，你还真是个狠女人。巨欧，我不怕你跟我玩这个。哎，我就是一个吸毒惯犯，怎么了？我就因为这个进去很多次，我也不怕再进去一次。那你知不知道战宇生前贩毒？战宇贩毒？你跟我开什么玩笑？酒吧街著名的毒贩 KK 哥就是战宇。你胡说！你再敢胡说，我对你不客气。我告诉你，我也希望说的是假的。但是战宇生前贩毒的事，禁毒支队的人早就知道。你可以让他们的陈副支队长向你亲口证实。要不是因为有你这个吸毒的父亲，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值钱，也不会走上贩毒这条路。你要知道，现在大众同情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战宇是个好学生，是个好儿子。如果他们知道战宇贩毒，他的父亲是个长期吸毒人员，聚众示威是为了讹严家的钱买毒品，而不是真正的为了儿子，那你说的话还有多少人会相信？战叔叔，你听我一句劝，适可而止吧。如果再这样闹下去，严家的人也不会坐以待毙。等事情闹大了，所有信息曝光了，最后伤害的还是小雨的命运。你真的希望面对那一天吗？我今天来不是想做说口，我只是想让小雨走得安静一点。她这辈子过得太辛苦，就算她生前犯了错，我也想给她留下一个善良美好的形象，不想每天阿姨在心碎。所以，你好自为之吧，不要再沾染毒品了。在一切还没有下定论之前，也不要再找严谨的麻烦。小欧啊，你也真厉害啊！哎，你是怎么说服那个战海龙的呀？我是听陈瑞敏说他是吸毒人员，就点了他2句。哎，你可得小心啊！以后凡事告我一声，别单打独斗的，这太危险了啊！
知道了。哎，冯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去1/3工作的？有半年了吧？啊，我当时看你和严谨闹别扭，所以我就没告诉你，我还让小芳跟我一块瞒着你。你可别生我气啊！怎么会？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乐乐。严谨给你的工资还可以吧？还行，比我之前开车每个月多5、6千呢。哎呀，说实话，我打心眼里真的感谢严谨。严谨有什么消息吗？严慎去看守所看他了，说他状态还不错。那严慎没说这官司胜算有多大？我也不知道，但看他的样子，这场官司应该很难打。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相聚在这里，为战宇同学送上最后的一程。愿天上没有痛苦，战宇一路走好。接下来，向战宇同学行3鞠躬哀悼。1鞠躬。再鞠躬，3鞠躬。姐，我们会依据事实严惩凶手的。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警察同志。季小欧，季小姐，季小姐，请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你们这有没有关系吗？请问你们只是来祭奠战宇啊！各位，我们只是来祭奠战宇，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啊！不好意思啊。小雨，姐姐来了。那首我愿意，我还没有学会呢。你下辈子接着叫我拉，好不好？姐，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做你爹。你放心，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
季小姐，请问您今天来此悼念，是因为之前的背叛让您心怀愧疚吗？小姐，严谨是为了你杀害了战宇吗？你们之间存在三角关系吗？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吧。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小姐，说两句。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小姐，我今天来只想参加我弟弟的葬礼。如果你们那么想知道我的感受，我就借此机会澄清几点。第一，严谨没有杀战宇，凶手另有其人，请大家给予警方查明真相的时间。第二，我、战宇、严谨三人的关系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龌龊不堪，一切都是有人恶意捏造。第三，请求各位媒体尊重死者的家人和案件相关人员，不要再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真相迟早会公布于众，也请你们今天给战宇一个清静。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你，能在那个时候说那样的话。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总会有人擦亮双眼。你觉得我特别像一个傻丫头吧？来。真希望严谨能安全回来，一定可以的。我入行快10年了，经历了各种希望渺茫的案子，但最终都打赢了。这一次，也一定会的。你快看，6年前严谨涉嫌杀人。这个案子过去这么久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翻出来？严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严生，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谢谢。当年我哥做武警的时候有2个好兄弟，一个是老程，你认识，另一个叫孙佳玉，他们都喊他二子。二子在当年的贩毒案中做了卧底，不幸在最后的抓捕行动中牺牲了。我哥也参与了那次抓捕行动，他中枪昏迷，醒来时却莫名成了杀害二子的凶手。因为孙佳玉身体里的子弹是从我哥枪里射出去的，这让我哥彻底背了黑锅。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一样，我哥被捕，众多不利于他的证据，我们全家都觉得他没救了。你不知道我父母当时有多绝望，可我当时还是个新手。但我的老师沈立言是咱们这儿最好的律师，我父亲亲自去请他替我哥打这场官司，而我就作为助手，配合他参与了整个案件的辩护工作。一审失败，被告人严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在我们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翻盘的证据。我通过案发现场遗留的一只鞋，找到了一个制毒小马仔，叫张国强。他在庭上承认是他用严谨的枪射杀了二子，而沈老师就在2审的法庭上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大翻案。我哥这才被无罪释放。
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哥心里的痛，所以事情过去后，他从来都不愿意提起。只要不放弃，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等开庭时间一到，咱们就等着给严谨判刑了。这案子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大家回去都能睡一个安稳觉。怎么了，头儿？累的都不想说话了。没有，就是总感觉这心里吧，还不是很踏实。案子可还没审呢，而且那严大律师，之前过往一场官司可没输过，这次又是替他亲哥哥当辩护。目前证据确凿，杀人动机明确，除非有奇迹的出现，否则严慎不可能打得赢这场官司。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刘伟也没抓到，而且还有很多谜团在咱们头顶悬着呢。哥，你醒了？这一大早你盯着我看，是我脸上起什么东西了？啊，没有，我在等你起床呢。喝口水吧，我一直捂着呢，还是温的。谢谢。哥，我昨天晚上把你毛巾也洗了。行，这小子脑子没坏，还知道咱这儿该巴结谁。我没进来以前，他们这帮人也这么对你吗？并没有。说说吧，为什么总帮我做事儿？不为什么，就是想跟着你，心里踏实。这屋里这么多人呢，你肯定就能出去了。老冯，你看新闻了吗？什么新闻啊？说严谨6年前还杀了一个人。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来，先喝碗汤。
现在网上都说是严谨6年前杀了他的拜把兄弟，还说他妹妹联合了大律师沈立言一起赢了官司。网友都说这事有猫腻。你说这网友真够八卦的，这把6年前的案子都扒出来了。哎，他们这么造谣就不怕违法呀？那严谨到底有没有杀人啊？当然没有啊！这6年前的案子已经破了，那个凶手已经枪毙了，严谨是清白的。哎，这事儿可别乱传啊，尤其别在小吴面前提。知道。尝尝咸的。有点淡。有点淡，拿点盐。干什么呢？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就是因为现在的网络暴力一点成本都没有，这帮人才会如此嚣张。哎呦，我说了不让你看，不让你看，你还非得看。你说你这身体还不舒服呢？来来来，把这药喝了。啊。这严家也真是够倒霉的，总摊上这样的事儿。也不知道严慎那边怎么样。你就放心吧，只要严谨他是清白的，严慎肯定没问题啊。你别忘了，当年啊，你急得心脏病都复发了，这关键时刻还是严慎发现了警方调查细节出了漏洞，才让真凶张国强露出了马脚嘛。我知道了，忙你的去吧啊！别太上心了啊。哎。严慎，是我。来了，严慎师母，好想你。哎呦，我也是好久不见了。老沈，严慎来了，来里边请。严慎来了，沈老师，好久不见。快坐吧，别站着。哎，来喝茶。谢谢沈老师。最近休息的不好。还行。开庭日期定下来了吗？12号。啊。看你都累成这个样子了，案件进展的不顺吧？目前警方搜集到的很多证据都对严谨不利，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翻盘的制胜点。喝茶。依我看，这个案子很有可能要像当年那样打一场持久战，你和严谨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哥因为做卧底，已经在里面吃了很多苦，我不能再让他受委屈。况且，我父母现在身体都不好，就算我哥熬得住，他们也未必熬得住。所以我必须竭尽全力打赢这场官司。律师不是神，不是什么官司都能打赢的。你呀，别跟自己太较劲了啊！不会，只要我哥是清白的，这案子就一定有转机。我只是需要一些运气罢了。运气也不会总青睐一个人，你还是应该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最近网络上事闹得很凶，虽然都是一些谣言，
但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去压制一下。舆论风波会让法官对严谨产生不好的印象。这个我已经找人在处理了。那就好，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什么需要师傅帮忙的，随时来找我啊。不必了，我有办法打赢这场官司。这桩官司，哪怕换做我，也不一定能赢。你能有什么办法？办法有很多，比方说，只要我能找到亲眼目睹战玉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人。延伸啊，你这样做，非但打不赢官司，还有可能把自己给陷进去。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到我们家。真是多亏你了，王大夫，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躺多久。陈警官太客气了，主要啊是你爱人照顾得好。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总让我摊上了，我又不能跟他离婚。陈哥，出院手续都办好了，车就在楼下等着。好，那我们先去忙了。好嘞，王大夫，您忙哈。辛苦了。我来吧。哎，你别打手了。哎，李局特意吩咐的，让你在家休息1个月。我躺了都快长毛了，还歇？有我一天抓不着，我就一天睡不了安稳觉。把你嫂子送回家，咱们回队里。直接回队里啊？怎么了？不是，你好歹在家歇2天，你陪陪嫂子和孩子嘛。你们城府之盾啊，只有躺在这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是我跟孩子的人。晚上早点回来吃饭，让周斌送你回来啊。放心吧，最近辛苦了，我也好好歇歇。行了你，走，拿点东西吧。出院了吧？啊，没事了都。我这边太忙了，就不过去接你了。你回家好好休息。不用。怎么感冒了？吃药了吗？没事儿，小欧给我带药了，放心吧。啊，哎，还有几天严谨的案子就开庭了，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我1句2句也跟你说不清，你就别操心了啊。没别的事儿，我就打电话问候你一句。你一听就是没好利索，别一忙起来就忘了吃药啊。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管好你自己吧。挂了啊。你那边怎么样了？这个小美人虽然没有交代刘伟的下落，但是她说，毒品配方其实是刘伟从之前一个制毒人手里得来的。这个刘伟原本还想把这个制毒人给干掉，没想到让他给跑了。制毒人，也就是说，小美人跟刘伟跟6年前的1020大案没什么关系，真正的漏网之鱼是这个制毒人。没错。关于这个制毒人，小美人还说了些什么？她说她跟这个制毒人从未谋面，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最初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头几笔交易也都是在网上完成。这个人的货很不错，买家很认。刘伟想做一条龙生意，所以才动了杀人偷配方的念头。所以咱们现在除了刘伟，还有一个制毒人要抓。喂，有个
个疑似刘伟的可疑人员在广西边界的小县城出现了，立刻调取探头资料，确认嫌疑人身份，派人跟进，必须定警啊！广西与越南交界，看来他是想逃到东南亚。要把人在国内抓住，一旦流窜到国外，麻烦事儿就多了。能在办公室里喝到这么顶级的手冲咖啡，真是种享受。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1/3，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你看我这天天忙着案子，实在抽不开身，能不能拜托你去做代理店长，解决一下那边的问题啊？我？对呀，你本来就是做生意的，能把似水流年打理得那么好，肯定没问题啊。可是打理一个小咖啡馆和那么大个餐厅是两码事儿，我怕我应付不了。总比我这个对做生意一窍不通的人强吧？你也知道，1/3对我哥来说有多重要。不管案子的结局怎么样，他都不希望1/3会垮掉。1/3不会垮掉，严谨一定会回来。严小姐好，我带朋友参观一下，通知于经理10分钟以后到严总办公室开会。好的。除了这个能容纳将近100人的大厅以外，楼上还有20多个包间，人均消费都在800以上。包间也分好几个档次，小包、中包、商务包都有，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来这吃饭的人肯定都很有钱吧？都是些非富即贵的当地人，还有那些到梨园来旅游的外宾。只可惜，树倒猢狲散。走吧。这边就是咱们的水产区。吴经理。哎。小龙。你们认识啊？他是我大哥，和亲的一样。真巧，这些龙虾怎么都死了呀？没办法，这现在客人少，点的也少，这再好的海鲜呀，这换了水土也活不久。严谨一贯对食材要求很严格，这连一只死虾也不让炒锅，所以没办法就得扔了。畅儿，扔了吧。走吧，小欧，到办公室说。王大哥，你先忙，我先过去一趟。哎，你忙啊！哎，让季小姐做代理店长，有问题吗？小欧是我和严总的朋友，又有多年经营咖啡馆的经验，我相信他可以帮1/3渡过难关。可是什么？有话就说。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季小姐您千万别介意。现在网上传的是风言风语的，大家都知道严总的案子多少都跟季小姐有关。季小姐这个时候来店里，大家肯定会有抵触情绪。现在我们最迫切的就是恢复名誉。如果有客人在店里看到季小姐的话，会不会又有新的麻烦？你的意思是我哥真的为了季小欧杀人了？不，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严姐。于经理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做代理店长总归是要抛头露面的。特殊时期我还是低调一点。不如我先谈谈我的想法，如果你们觉得可以，那就请于经理带领大家试试看。那季小姐有何高见啊？想要在短时间内增加盈利，弥补亏损，我觉得可以把1/3从高档的海鲜餐厅变成接地气。
我们购入过量的，可以提前把它们做成麻辣海鲜卤味，这样既可以放在店里面当小吃卖，又可以包装成袋让客人外带。立刻让各部门经理集合开会，我要隆重推出我们这位代理店长。于经理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我还是别冲在前面，一切由于经理去办，我就在幕后做军师，实在需要我的时候，我再过来帮忙。好，听你的。这是严谨办公室的钥匙，你拿着。这个不太好吧？于经理他们在前线打仗，你总得有个后方指挥中心吧？严姐说的对，如果有任何情况的话，我就来这儿跟您一块儿商量。餐厅的所有员工分成白班、夜班2组，交替倒班。好的。哦，今天让人去赶制夜宵大排档的海报，然后招募早餐合作团队，争取2天内就把大排档给推出去。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安排。季小姐，您啊，我可以在这儿单独待会儿吗？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如果我说我是缉毒英雄，你信不信？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我还是你心里那个严谨，在我的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我现在特别想我爷爷，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一日三餐能不能按时吃上？放心吧，政府一定会照顾好你爷爷。哥，你心里有惦记的人吗？当然有啊，我想我们家老爷子、老太太、我妹，还有一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姑娘。那个姑娘一定长得很好看吗？你出去以后会娶她吗？你个小屁孩儿，哪来那么多问题？睡觉。再有2天，
我的案子就要2审了，我睡不着。律师怎么跟你说的？他说已经尽力了。哥，你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希望吗？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为什么要杀他？马丽，我为什么要杀他？我就是个傻子！李哥，马林那小崽子到底怎么办的？你听这动静还用问吗？维持原判，死缓，缓期2年。哎呀，其实这已经算挺幸运了，只是这孩子想不开。不是，那孩子不就是孩子吗？那他小啊。王管教，王管教。王管教，什么事儿啊？马林他怎么样了？马林的状况很不好，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儿。我能不能申请安抚他一下？他认我当哥，他听我的话。有人吗？放我出去！我不想死！我不是坏人，我真的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要出去见我爷爷！放我出去！我不是坏人，我不想死！马丽，你哥来看你了。哥，哥，我不想死，我不能死，我死了我爷爷怎么办啊？他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想悲观，不要那么悲观。缓期2年，好好表现，一定能够减刑。缓期有什么用啊？我这辈子都出不去，我爷爷死了都是2里后事。我不想死，我不想死。马林。我答应你，只要我能出去，我一定把你爷爷当成我自己亲爷爷一样照顾。你放心吧。哥，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有一个很喜欢的姑娘，她叫曼曼。出事之前，我约她一起看过电影，但是那天我忘记给她买花了，答应回头补给她。现在也没机会了。放心吧，只要我能出去，你给曼曼的花，我帮你带到。你说的话，我也会带到。不用了，哥，我还是让他早点忘了我好。哎，哥，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不知道
该不该说？啰嗦，说，别跟我爷爷说我被判刑了，就跟他说我出国打工赚钱了。行，以后每个月20个的汇结，我就说那是你的工资。严姐，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哥，这件羊毛衫还给你了，谢谢啊。你就穿着它，你穿着比我穿好看。你可真是季大大，1/3那么大的餐厅你都敢接啊？我不管谁管呀，严胜天天为了严谨的案子忙得觉都没法睡，我必须支持他。不过1/3海鲜大排档，听着倒是不错。需要我帮忙吗？当然需要，赶紧在你万能的朋友圈帮我宣传一下，让你亲朋好友去那儿宵夜，打5折。没问题。不过你就打算穿这身去吗？怎么了？我说你什么好啊？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靠衣装马靠鞍，你懂不懂啊？那种大门面，你不穿的体面一点，他们肯定不会分得管。我不靠那些，我这样挺好的。挺好什么挺好？我要是不帮你打扮，你就成没人管的灰姑娘了。正好最近我在唯品会收藏了几个牌子，都有折扣，我帮你选一套。不必了吧？少废话，下单了啊！一会儿把钱转给我。我告诉你，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不能让他们那些人瞧不起你。这款适合你，你看。一看你就没有好好睡觉，粉底都盖不住你的黑眼圈。知道哪天开庭了吧？还有3天。看你的样子，这个案子难住你了。这些日子，我拖遍了所有的关系，查阅了所有我能看得到的案卷，在那些案卷里，警方提供了足够证明你犯下杀人重罪的证据。他们的证据看似完美，但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单凭那枚打火机能出现在尸体的口袋里，那就是一个笑话。你的反驳我都看到了，但那只是你自己的论述，只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持你说的是唯一的事实。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没有杀人，那人就是我杀的了吗？啊，这明显是个悖论啊！事实上，警方提供的证据虽然不够完美，但杀人动机、人证物证全都有，已经足够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了。我们还有没有胜算？当然有，我不是说了，警方的证据并不完美，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作案工具和分尸现场，这是我们做无罪辩护最好的突破点。但至于效果如何，只能看法庭如何采信了。只能等庭审了吗？除非真凶能在3天之内出现，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是被冤枉的，赵廷、卢威他们凭什么啊？抓不到刘伟就要判老子死刑？我不会满足他们，我要上诉。哥，我相信你没有杀战宇，你也要相信我。不管那个刘伟能否在短期内被捕，我都不会让你出事的。
琛，放心，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严律，有您的快递。我相信你没有杀战宇，你也要相信我。放心，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这样的官司，就算换做我，也未必能赢。只要我能找到亲眼目睹战宇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人，你这么做非但打不赢官司，还很有可能把自己陷进去。的鸡翅呢？先生小姐，我们店新推出的这个海鲜烧烤大排档，二位要不要试试呀？哎，这家店听说不错啊，要不要尝一尝？哎，1/3是那个杀人犯开的黑店，别去了，走吧。于经理，我在。现在立刻派人去路边拉客，进店的前20位顾客免费用餐。免费吃啊？不是，季小姐，咱们的定价已经在赔本了。中国人喜欢热闹，从这经过的人之所以不敢进来，就是因为看到里面没人。请这20位客人吃饭，虽然是在赔钱，但也是给我们制造人气。这个钱花得值。好，我试一试。你们俩跟我走。哎，陈老板，有日子没见你了啊！前段时间出差啊，刚回来。你这改大排档了？这是今天刚新推出的宵夜大排档，您来都来了，那就里面请吧。想吃吗？看着还挺丰盛的。陈老板是常客了，今天晚上给您打8折，给陈老板找个好位置。好的。
小姐，我们的店面和人工费用全部都回来了，还余下5000多。第一天能有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今天还来了2个老顾客，都是严总的朋友。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1/3肯定能翻身。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于经理您了。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再过来了。可是，严姐都让我听您的安排啊。这严谨的案子马上要开庭了，我还是少在这里出现，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店里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好的，回见。娇姐，谢谢您，严总一定能平安回来的。哎，你们说啊，这2件衣服哪件看起来比较精彩？杨哥，这2件衣服太素了，我觉得来个碎花的。快拉倒吧，还碎花的，什么审美？有什么花纹？我觉得这一件好看，这个好看，觉得这个行。咱严哥的衣服都是名牌，你知道吗？那再说了，严哥长这么帅，穿哪件都好看，对吧？是。哎，严哥，没准开庭了，您就一点都不紧张？紧张什么？没做亏心事儿，我怕什么鬼敲门？对，这头发有点长了，好久没理发。哎，王管家，什么事儿啊？我明儿要出庭了，我能申请理个发吗？说来说去都只是被动辩护，你们还能说点别的吗？姐，我们都知道你特别着急，但是明天就要开庭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你们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严胜，小欧，你怎么跑过来了？明天就要开庭了，给你打电话有没有接？就想过来看看，吃点东西吧。你别麻烦了，我没胃口。你这几天茶饭不思，休息也不好，明天上庭了，不怕严检看到心疼啊？你不是说过严谨天生命大，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这次也一定能扛过去。不一样，这次真的不一样。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太荒唐。
那我在这儿陪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今天是2019年3月12号早上8点半，半个小时后，我身后的中级人民法院将开庭审理轰动全国的1231杀人案。本案的被告是本市著名企业家严谨，一个曾经的武警特战队员，昔日的优秀缉毒警察。而本案的受害者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在校大学生。严律师的车来了，车来了。严律师，这位是你现在这种关系有信心吗？严律师，为自己的新生工作做辩护，请问本以往其实有什么？请回答一下吧。严律师，请回答我的问题。之前我们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的。早啊，赵警官。啊，你好。哎，你也是证人呀？嗯。哎，你那边什么情况呀？那个红颜祸水是不是今天也会出庭作证啊？哎，证人之间不许交谈。来了，哎，坐。这还有5分钟开庭，证人纪晓怎么还不来？
全力起立！全力请坐。梨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严谨到庭。首先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梨园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离检刑诉2019第54号。经依法审查查明，2018年12月31日21时许，被害人战宇前往梨园市明湖公馆5号楼8002号被告人严谨家中，两人发生激烈争执，被害人战宇中毒后，被被告人严谨捂住口鼻，并最终导致死亡。而后，被告人严谨设法避开小区监控，用垃圾桶将被害人运出了明湖公馆，用事先准备好的车辆将被害人战宇运到郊区，于2019年1月1日晚11时左右进行分尸，随后进行了分散抛尸。被告人严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涉嫌故意杀人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梨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勇、刘颖、毛伟良。被告人严谨，你对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是否有异议？有哪些异议？案发当晚，我确实与被害人有过肢体冲突，但我没有杀害他。我亲眼看到他从我家离开。也就是说，你否认杀害了战宇？是的。你杀了我儿子，你还不承认？曾经救过我，我儿子才22岁，我为什么？为什么？肃静！你想不想描述？肃静，请被告人坐下。下面由公诉人向被告人进行讯问。庭审时，公诉人提问会要求你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即便有些问题过于片面刻薄，你也不能做过多解释。因为过多的解释，在审判长看来是狡辩和逃避问题。如果公诉人一再的给我挖坑，我总不能两眼一抹黑往里跳吧？案子已经到了庭审阶段，你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律师，相信我有能力扭转所有不利于你的局面。被告人严谨，接下来我会向你核实一些问题，你只需要简单的回答是或者不是，不需要做额外的解释，明白了吗？明白。那我们开始。第一个问题，你跟似水流年咖啡店老板纪晓欧是什么关系？朋友。你有追求过他吗？有。你们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吗？不是。你认为死者跟纪晓欧是什么关系？姐弟关系。那你是不是警告过死者，让他远离纪晓欧，甚至用侮辱性的话语提醒死者，纪晓欧绝对不可能喜欢他？是。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下面由辩方律师开始询问。你是先认识的死者，还是先认识的纪晓欧？所谓的认识，相差不到1天，但遇到纪晓欧在先。你对纪晓欧是一见钟情吗？算是。那纪晓欧对你呢？最开始，他并不太喜欢我，对我有很多误解。但后来我用我的真诚感动了他。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因为当时我作为警方卧底，调查103贩毒案，为了不让纪晓欧受到牵连，我是故意远离他。你认为死者喜欢纪晓欧吗？喜欢。纪晓欧喜欢死者吗？必然不喜欢。他把死者当成弟弟。那你警告死者远离纪晓欧，是因为你知道他的毒贩身份，不想让纪晓欧被他欺骗，是吗？你说谎！我儿子不可能贩毒，我儿子不可能贩毒，不可能！
你曾经是缉毒警，破获过很多大案要案，你是不是特别憎恨这些毒贩？是。你亲眼见过 KK 在酒吧街卖毒品是吗？是。你对死者贩毒行为非常的憎恨是吗？是。你在对死者非常憎恨的情况下，还去帮助死者的母亲是吗？战宇他贩毒有错，但他母亲没有错。你帮助死者母亲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让纪晓鸥喜欢你，是吧？这是被告人严谨在卧底身份未被证实之前，接受警方审讯的证词，上面清楚地写着，他是为了追求纪晓鸥，才去死者家中送电视机，以及帮助死者母亲的。苏军，辩护律师对此有没有异议？没有。你们现在联系证人纪晓鸥，他的电话现在无人接听。他应该是有什么事儿，肯定会来的。再等等，一会儿你们就要上庭了，如果能联系上的话，麻烦催一下。好。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没人接了吗？纪晓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被告，是你发展死者成为警方线人的是吗？是。死者曾经被毒贩刘伟抓起来殴打，是你让人送他去的医院是吗？是。死者被殴打那天是在他背叛你以后吗？是。如果你没有帮助死者，死者有没有可能在当时就存在生命危险？有可能，因为他当时已经被打得内出血，外伤也很严重。如果没能及时送医的话，他很可能会死。这是死者被殴打当天在医院做的医检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证明，死者当时受伤严重，的确存在生命危险。既然你痛恨死者背叛了你，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救他？在宇需要接受的是法律的制裁，在法律没有制裁他以前，我作为警方的卧底，有责任也有义务解救他。死者曾经出卖过你，导致你的发小好兄弟程瑞敏重伤昏迷，你也因此在某西餐厅殴打过死者，并恐吓绝对不会放过他，是吗？是。但我并不是真的要杀他，那就是一个气话。请播放一下录像。为什么打我儿子？你为什么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你为什么打我儿子？跟你拼了！你为什么？为什么打我儿子？为什么？你为什么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为什么打我儿子？为什么？苏军，如果死者家属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法警将把你带离法庭。被告人严谨，录像中的人是你跟死者吗？是。案发当晚在你家里，你就是像录像中那样对死者进行了殴打，是吗？反对，反对公诉人对案发当晚的场景进行主观臆想。审判长，我只是想更明确地呈现案发当晚的情景。辩方反对无效。被告人严谨，请回答我的问题。是。跨年夜当晚，死者是活着离开你家的吗？是。你的打火机是死者临走前拿走的，是吗？是。对于意义重大的打火机，你为什么要让死者拿走？
我当时是贩毒眼，战宇为了阻止我吸毒，拿走了打火机，而我的毒瘾突然加重，根本没有力气再和战宇争夺。为了不再伤害战宇，就把他轰出了我家。再加上还有2天就要交易了，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破案上，就没有为了拿回打火机再去找我。电梯监控拍到你曾经出现，当时你又为什么要出去？我在家里扛过一段毒瘾以后，醒了过来，我看到地板上一片狼藉。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担心战宇，所以出去看了他一眼。当时你有再见到死者吗？没有。那你为什么没有下楼去找死者？我虽然担心战宇会出事，但当时我也在气头上。我想了一想，就没有下楼，回到家里面。你说死者当晚离开了你的家，但监控却没有拍到，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因为死者根本就没有坐电梯，而是被埋伏在我家安全通道内的人杀害了，那个人才是真凶。走进。我猜测，那个真凶本来是要杀我的，战宇的突然出现，破坏了他的整个计划，才不幸遇难。至于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的安全通道，又是如何被杀并运出小区的，我也想不通。请说出你的怀疑对象。刘伟。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被害人战宇遇难的？1月10号，从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赵廷辉那得知的。审判长，我的问题完了。前5章是警方在你家里和你的衣服上发现的被害人血迹，最后1章是被害人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经鉴定与你的 DNA 相符。对此你有什么异议？没有。当晚是你先动的手吗？是。死者有没有向你还过手？没有。死者在你家里受伤倒地后，有没有出现过短暂的昏迷或者意识不清晰的情况？没有。你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留下的？战宇受伤以后曾过来抱着我，阻止我吸毒，血就是那个时候蹭上。你确定是这样吗？这些血迹，难道不是你背着死者离开你家的时候蹭到你衣服上的？反对，反对公诉人进行没有证据的猜测。反对有效，被告人可以不做回答。在1月3日，贩毒集团交易之前，除程瑞敏外，只有死者知道你的卧底身份，是吧？是。死者当晚的出现，你有没有担心过他会再一次搞砸你的卧底行动？有。那你有提醒过他吗？没有。你没有警告死者，是不是因为当时你已经杀掉了他？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杀他。死者离开后，你都做了什么？我在家里面撑过毒瘾，我就睡了。有谁可以替你证明？没有人能证明。你对你小区的监控盲区是否清楚？清楚。好，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武警特战队格斗训练第一课就是解剖学，你们要对人体非常的熟悉，方能准确无误地给对方以相应的打击。你作为退役武警特战队员，是否有能力对尸体进行肢解？反对，反对公诉人进行诱导性提问。反对无效，请被告人如实回答。是。下面进入举证质证环节，请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对证人进行询问。你和被告是什么关系？发小、战友、兄弟。发展死者为警方线人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当事人的主意？最初是严谨的主意，但詹宇一开始也没有真心要跟警方合作，我也曾试图放弃过他，但严谨还是坚持要我给他机会。在严谨担任卧底期间，
是否对纪晓欧和战宇之间过于亲密的交往产生过吃醋行为？行为上没有，心理上有。在严谨无法接近纪晓欧的那段时间里，他是嫉妒战宇，但他不会因为感情受挫而伤害他人。你是否看到被害人走出过嫌疑人的家门？没有。那天晚上，你一共出了几次门？2次。第一次我去敲他的门，警告他们小点声，但我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理我。第2次我上去的时候，看见他站在电梯口，然后我就走过去发了2句牢骚。当时被告人是什么状态？神志是否清醒？哎呀，他当时身上的酒气很重，有点站不稳，身子呢又一阵一阵的抽搐，看上去很不正常。哎，我就说了他2句：“你大过节在家打人扰民，我们家欠是怎么着？我跟你说，我给你投诉你，你知道吗？”去，快投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审判长，我也没有问题。当天你是否听清楚被告人严谨说过要杀掉被害人？听清楚了。他怎么说的？他当时就很生气地说：“老子今天弄死你。”当天被告人严谨和被害人战宇之间的对话，你是否全部听清楚了？包括餐厅外的？那倒没有，我当时还得处理现场。那段餐厅里的打架视频是不是你发布到网上去的？这个不是我怎么能随便放到网上呢？被告人严谨是否帮助过你们母子？出于什么原因？他确实帮过我们。当初我还特别感谢他和纪晓欧。现在我才知道，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讨好纪晓欧，把他追到手。那一次做手术的医药费，战宇是怎么跟你解释的？他是跟朋友借的。严谨来过你家几次？2次。有一晚，你因为病情发生突发情况，是严谨和纪晓欧将你送到了医院。请问那个时候，您的儿子战宇在哪里？我儿子在学校有事儿，他平时都是在家陪我的。既然你和战宇一直生活在一起，但你却不知道他确凿的毒贩身份，你又是为何对只见过2面并且一直在帮助你的我当事人严谨产生如此负面的印象？我想再次提醒审判长，证人的证词存在不可信的主观判断因素。我儿子不是毒贩，我儿子不是毒贩，我儿子没有贩毒，没有贩毒！你们要找出真相，你们要公平公正！我儿子他不是毒贩，不是毒贩！肃静！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请问赵警官，你和纪晓欧是什么关系？反对，此问题与本案无关。审判长，我的问题很重要。辩护人继续。她是我前女友。你和纪晓欧分手多久？2年多了。据我所知，赵警官目前还没有女友，是不是因为心里还放不下纪晓欧，因此对被告人严谨有一定的主观情绪？辩护人，请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请问到开庭为止，分尸工具和分尸现场是否找到？目前还没有。请出示照片。第1张照片是我的当事人严谨被电梯内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他曾经在电梯口停留，但未上电梯。第2张照片是凶手推着装有战宇尸体的垃圾箱走出小区的画面。请问赵警官，我说的对吗？没错。经过警方调查，真正杀害战宇的凶手是不是这个穿清洁工衣服的人？是。警方判断严谨就是这个清洁工，是通过他们的体貌特征吗？
是的。也就是说，除了体貌特征外，警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的当事人严谨就是这个假扮清洁工的人。是的。谢谢，审判长，我暂时没有问题了。请证人退席。先生到底要说什么呀？我心里发火。别急，别急，还没完呢。等等，别急啊。辩护人，证人纪晓欧还没有到庭，他是否还会出庭作证？审判长，证人纪晓欧正在赶往法庭的路上，他将会带来一份对本案非常重要的证据，所以请求法庭暂时休庭，等证人到庭后再开庭。辩护律师。审判长、审判员，刚才警方点名了我当事人假扮清洁工将被害人尸体从家中运出。按照警方的说法，第一张照片严谨出现在电梯口，可以看作是他运尸的起点，时间显示为去年12月31日22点25分。到达第二张照片所在地的时间为22点40分，期间的时差是15分钟。也就是说，在这15分钟内，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8楼下到地库，沿着地库盲区的路线走，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对此，我们有很大的疑问。大家不要忘记，我的当事人当时有毒瘾在身，并且当晚没有吸食过毒品，在体力和意志力都很薄弱的情况下，他能否在这短短的15分钟内，从居住的8楼来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位置？对此，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实验。准备好了吗？3、2、1，开始。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找了一个身形和体能都跟严谨相似的人来协助我们做实验，也就是画面中的男士冯卫星。冯卫星背着占与同等体重的沙袋，从8楼走到负1层，总共需要4分13秒。到达地库后，冯卫星将沙袋装进垃圾桶，换上清洁工的衣服和鞋子，需要3分20秒。然后，他推着垃圾桶，按照地库探头盲区路线走，直到出口前需要9分39秒。
地面出口，再走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路灯位置，又花费了60秒。怎么样？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真实有效性，我们一共进行了5次条件相同的试验，算取了平均值。黄大哥，我们再来一遍。最后，所有时间数据相加得出的结果为18分02秒，比警方给出的时间慢了将近3分钟。也许有人认为这3分钟并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我想说的是，这位测试者也曾经做过缉毒警，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且他本人常年坚持跑步，在体能和敏捷度上都远远强于严谨，他只会比严谨更快。如果连他都达不到视频中的速度，那么被毒瘾缠身的严谨就更不可能。所以这个实验就充分证明了严谨不是当晚的那个清洁工，也就证明他根本就不是杀害战宇的凶手，凶手一定另有其人。审判长，新证据提交完毕。相比于公诉方提供的主观人证，我相信这份物证可以更好地为我的当事人证明清白。证人纪晓鸥已经到庭，公诉人、辩护人，你们对证人有什么问题要问？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证人纪晓鸥，请问你和死者战宇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咖啡馆的员工，我们一直情同姐弟。那请问，你和被害人战宇以及我的当事人严谨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从不存在。严谨和战宇从来就不是情敌关系。在我和战宇最后一次见面中，他曾亲口告诉我，严谨是好人，让我不要误会他，而他也会做一个让我觉得骄傲的弟弟。在我的理解里，战宇已经做好了要与严谨配合，甚至自首的准备。至于我和严谨，我们从来都没有正式的确立过恋爱关系，但是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他。只有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他曾经是多么努力的想要救战宇。我相信他是清白的，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全体起立。对于辩护方提供的最新视听资料证据，本院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择期宣判。根据辩护方提供的视听资料证据，本院找到了一名现役武警特种兵，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试验，结论一致，本院予以采纳。现判决如下：被告人严谨谋杀分尸战宇一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构成犯罪，判处被告人严谨无罪，应立即释放，恢复人身自由。